哦，阿里亚多都不去上，阿里亚多。啊，可能就前面那一排，最前面那一排，那我们能追上他们了，很可能是，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着急跟我说。慢一点，注意安全。哎，杰米。嘿，大家我是早路。1月24号，星期六，我们在大阪城赛前找速度感。然后今天有日本这边女子的传奇选手，就是退役以后的选手啊，追不上了，他们走了。走啊！小心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大丈夫ですか？いやダメカメラ。ああ。Good morning. Australia. Also can half tomorrow. Also can half. 頑張って。ありがとう。Okay, so enjoy. Enjoy. Bye. 啊，早点评，累不累？累，但是追上了传奇选手，我也是可以的。可以。慢跑了，慢跑了。哦，太不容易。好，我们一会儿见。小伙伴们看，女子国1选手戴上了日本女子冠军同款的眼镜。对，应该说是亚洲女子纪录保持者同款的。对的。感谢博哥。别客气，看都是成队的人在跑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干杯！喂，明天加油！加油！Jamie 之前还有些紧张，现在把所有路线都跑完了，感觉还行。胸有成竹，必须的。对，要给自己来点自信。对，小伙伴们可能不清楚，这个比赛的关门时间略微严格哦，而且是女子的关门时间，5公里一个，20公里一个，30公里一个，38公里一个。对，5公里的关门时间是23分钟，对不对？20公里是多少？你还记得吗？就是从5公里到20公里的15公里要跑67分钟。67分钟，哦，那就23加67，是对90分钟。对，就是20公里得在1个半小时内跑完才能不被关门，后面就会容易一些。我把几个时间点都记住了，我们是12点15分开跑，然后呢12点38分第一个关门点，1点45分第二个关门点，然后呢2点半第三个关门点，3点08分第四个关门点。可以。明天我们是同一个终点，大家到时候在我半马的节目的最后可以看到我们在终点体育场之前给他们加油。几个看点啊，第一个看点看看明天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再冲击一下亚洲的女子纪录，因为现在的亚洲女子纪录是前年2024年的这场比赛创造的2小时18分59，看看明天怎么样。然后第二个看点是看看我们在体育场等到 Jamie 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情况。一定能等到我。第二个看点最重要。必须的。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想 Jamie 上一次在视频里出现还是去年的悉尼马拉松？你看时间很快，世界也很大，过2天我们在上海还能见面，不可思议。真的是跑步把咱们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的风很大，风速大概是18-19公里每小时。所以明天不仅是低温的挑战，我第一次要在这么低的温度跑，另外再加上风大。昨天我和超超说，我们就尽量躲在别人后面跑。我说超超，你要想想，日本这些选手就是身材都比我小，我估计是他们躲我身后。但是呢，以我这个速度，估计没有多少人了，所以只能自己单干了。我们跑团有4位女士参加，有2位我知道成绩，一个2小时40多，一位是2小时50多。明天的补给怎么计划的？我们这个精英赛啊，作为精英选手啊，我们有8个补给站，8个补给站呢是自己放自己的饮料，而且它的饮料的规格就是这个瓶子规格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最开始超超帮我在国内淘宝买了一些，发现不符合规格，因为它这个说明是后来才发的，对，然后我们又重新买了。然后这次买的1人8个，2种颜色，我们俩正好是不同的号，它是0结尾的号码，我是4结尾的号码，所以我是在4号桌，他在0号桌，然后我们是同一款。然后呢，这个瓶子里我们不谋而合，我们都打算放那个 Molten 的那个320碳粉，对，它是严格的按它的体重，问了 ChatGPT 应该多少，它是按那个来。我呢就是按我自己平时的习惯，就是每瓶饭放一半的那个320。所以带了4袋的320，8瓶分开，然后呢，今天再喝1袋320。超超是在 B 站有账号吗？没有，但是他小红书叫兔美美。兔美美 ，OK，他是铁三运动员，对，参加过世锦赛，应该算是国内铁三里面的就是前几的女子，对，就只玩大铁那种。对，明天他们这个比赛只有400多人参加。300多人，300多人。虽然我的号码是404啊，但是他的号码是从100开始排的。只有300多人参加，厉害。我们这一天把他们的赛道路线分批次都跑完了一遍。那准备这种比赛，看路其实也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你到一陌生的城市，除非你是那种路感方向感特好的人，那我去一个地儿，我看完路我也记不住。我现在就是记那些店名，有些比较有特色的街边上的建筑比较好记一些。然后呢，那几个坡心里也记住了，所以还可以。明天打算起跑用什么配速？起跑吧，我觉得这个比赛咱们开始呢是在田径场要绕将近2圈，所以呢这个2圈呢不要太慢，毕竟要是一开始就被套圈，有点不太好看。不会的。所以努力跟住一个集团吧，找一个集团跟一下，对，不要自己一个人落单在那个田径场上绕。所以大概多少呢？我自己心里也没底，但是估计是我觉得不能低于430是肯定的，对，但是也不能快于400，所以415到430左右，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差不多。就我的建议差不多就是整体按照4分20来去。对，是。而且明天有可能创造好成绩的，因为这个虽然天气冷，明天0度，虽然天气冷，但是天气冷跑步就真的没有什么消耗。对，一个新的知识点就是跑鞋的选择。对，第一次因为这个温度来选择跑鞋。对，这个明天穿什么？穿阿迪达斯的 Pro 4。待会儿去买鞋，要是没买到啊，就博哥这一双鞋我可能就会穿去跑的。这是北马配色的，北京马拉松哦。对，北京马拉松的 Pro 4。对，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次也是，我本来不是之前一直说穿那个长跑那个 Cloud Boom Strike 嘛，我说那双鞋有劲儿，但是后来上次我们那6公里的阈值和那5个1公里我穿的那个，不行，特别硬，到冬天。就最近降温，之前我说有劲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2、30度，其实就是正常的马拉松，基本都是12、30、13、40度，那个鞋特有劲儿。但是这次一冷，
那个不行了。然后昨天我穿的那个标破精英3慢跑，前天也不行了，那根本那鞋底都不弯。然后今天我穿了一双那个什么龙卷风5，龙卷风5就觉得也比在悉尼的时候硬多了，悉尼穿的呀，所以明天决定穿李宁6E。对，我觉得6E 金碳和Pro 4这种就很合适，金碳都有点硬，对我试了一次，可能就6E 和Pro 4这种厚底软弹的这种特别合适，硬底的就不合适了。对，我这一次带的本来是7.0特步的7.0 Pro，打算作为我这次的比赛鞋，因为之前已经跑过2场全马了，我觉得脚感非常舒服，它的软硬程度是我正好需要的。然后在这儿那天周3早上去跑了一下，我觉得哇，这鞋子中底泡面硬化了，这个不太行，不是很舒服。这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想到，嘿，我原来不太喜欢的 Pro 4的那个软硬度，我当时觉得 Pro 4有点太软了，所以一直没有买。这时候我说，嘿，博哥，你是不是 Pro 4？借我来试试看。昨天一试，哇，绝对的最舒服的状态。而且 Jamie 还特别的仔细，他查了有个网站，写了多少度的时候，这个冷的时候跑鞋的变硬，说 Pro 4是8%左右，7%是它是放在一个寒冷的温度下面放了半个小时，然后出来再重新测。只衰减了不是衰减，就是硬了7%。对，所以差不多就是1/10的感觉。所以尤其是外出参赛就得考虑。其实那双7.0 Pro 那次在墨尔本的时候，我就觉得硬，因为那时候气温已经下降，差不多也穿这样的衣服，对不对？对，是的。所以装备的选择啊，就是好多门道。对，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那我去年的2024年的台北马，前年的穿的 Pro 4，我觉得不行，我说有些没劲儿啊。然后去年的北马，25年的北马，要穿的 Pro 4，这就238了。你像上海那个10公里穿昂跑，就34分多了，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之前只是觉得咱们跑鞋选择，一个是非常看重的是比赛的路面，对，这次是真的新知识点要看温度。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因为以前我跑全马比赛，其实对我来说还行，因为毕竟距离长，而且温度都差不多。明天这个半马还是想，对我其实内心的小计划是，看看起跑能不能跑到3分27，但是肯定如果想 PB 就不能慢过3分29。希望博哥明天能顺利拍到我在赛道上的。对，刚才我们说的，差不多我的15公里，差不多，就是去年我说上下坡风特大，然后边上一兄弟就已经弃赛了的那个地儿，有一特高个那个警察从这穿过去那个地儿。明天我不带任何拍摄设备的，本来打算带这个拇指相机，也不带了，主要是动手动脚。对，逃不好逃。对，而且有可能有违规的风险，是不是？说不紧张是假的，我也特紧张。因为虽然我不是说一定要 PB， 因为现在我的这半马成绩，我其实满足了。想 PB 是很难的，但是你说谁不想，对不对？想想博哥的成绩，再想想这个大阪女子马的半马要求的成绩。他们半马达标是多少？就是1小时25分钟。对，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比赛的报名门槛，为什么只有300多人？对，它的全马要求时间是3小时07分，咱们女子国一的要求是3小时08分。所以我是吊车尾选手嘛，我是305多一点的成绩报上名的。本次报名选手里面，就是最慢的就是3小时06多一些。所以我是在所有名单的倒数第2名。他不光是用全马可以报，半马和10公里的成绩都可以报。半马是多少？半马是1小时25。10公里是……大家猜一下10公里是多少？想一下，巨快的一个成绩，对。
因为上次跟我说的是36分钟。对，36。他之所以这么快的原因，应该就是怕很多人拿10公里的成绩去报这个全马，因为10公里其实不能代表全马。所以你看，小伙伴们跟你们说，男子想马拉松破3，你怎么着得跑1小时25，其实差不多的。女子的话，想马拉松破310就得跑到1小时25，跑不到1小时25破不了。边上大哥那个可颂加肉，看着好诱人啊！但是女子10公里36分，就专业选手了，差不多。但是他们这比赛真的挺带劲的。继续冲！你上手。这2天饮食有什么改变吗？从昨天开始肉稍微少吃一点，主要是吃白米饭为主，白米饭和那种白面。小伙伴们，补充一下啊，你们看我们刚才看到了谁？刚才我们看到的人里其实有他是明天的参赛选手西村美月，22554，哎，所以刚才说错了，那队选手不仅仅有传奇选手，还有明天要参赛的选手。刚才野口先生发的消息说，就是他们一开始跑的时候差不多4分05在进行调整。野口先生说跟了他们1公里。你看松田瑞生第4名。还有刚才那堆人里还有松田瑞生，看这位，30岁，22042，那他有机会呀，对吧？他有机会呀。30岁。他的 PB 就比亚洲纪录慢了不到2分钟。亚洲纪录是21859，他是22042。对。看明天的比赛吧，小伙伴们。呀，我的相机要没电了，小伙伴们，那就这么着。最后我们在烘焙店，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好运。好运，干巴的。明天都好运。